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报明说。这期话题我们说的是美国前国防部长埃斯帕参访台湾。根据台湾中新社的报道前几天由美国前国防部长埃斯帕率领的大西洋理事会访问团访问了台湾。他在台湾期间表示，美国应该放弃一个中国的政策。这种民间人士不用负责任的言论，又一次引发了海内外中国人的一致的愤怒和谴责。其实呢，美国的这些前高官呢，现民间人士，他有个普遍的特点，就是尽量的利用自己的前政府官员的身份四处圈钱。你说他有多少代表美国现政府的成分呢？倒也未必。美国民主嘛，民间人士上哪儿去说什么话，政府呢一般也是管不着的。实事求是的讲，美国的在任政府官员对台湾问题呢还是比较谨慎的，一般呢不会乱说话。但是一旦下台之后，这些无良政客那就会放飞自我，一心只投金主所好，管他天下乱与不乱。在埃斯帕之前呢，还有一个下了台的过气的政客，前国务卿蓬佩奥。他参访台湾的时候，那是更加的满嘴跑火车了。他呢，反正是已经遭到了中国的严厉的制裁，死猪不怕开水烫呗。要说反华，蓬佩奥是比谁都跳得高。在任的时候，蓬佩奥就是特朗普反华政策的创造性执行人。他是四处奔跑建立反华联盟。但是到他离任，蓬佩奥也没敢公然颠覆一个中国的政策，亲自参访台湾。他离任之后，因为遭到中国政府的制裁嘛，曾经梦想的高薪职位化为了泡影。所以1年之后的2021年的8月份，白丁身份的蓬佩奥参访台湾的时候，肆无忌惮地攻击中国。当然了，蓬佩奥这一次在台湾发表的反华演讲拿到了15万美元呢，差不多是美国人均年收入的3倍多。只需要喊2声反共口号就可以赚这么多的钱，这么好的事情当然会让美国这些退休政客们趋之若鹜这也从另一个方面印证了台独分子们有多贱。蓬佩奥施展高阶献媚术，当了整整3年的国务卿。埃斯帕在特朗普政府的位置呢，只比蓬佩奥低一点点，但是他当国防部长的时间呢，只有1年多点就被特朗普给炒了。埃斯帕在任期间呢，曾经提出访问中国，遭到了拒绝。美军是与中国军队交过手的，知道与解放军交战的后果。埃斯帕虽然把中国当作头号假想敌，但基本上呢也没有发表过什么刺激中国的言论。直到2022年的7月，埃斯帕才捞到了机会到台湾来做演讲拿钱。而且这个埃斯帕拿的钱呢，可能比蓬佩奥还要多，因为他有可能两边收钱。埃斯帕和军界的关系呢，那要比蓬佩奥深厚得多他在担任防长之前，就是美国雷神公司的高管。雷神公司是爱国者导弹的制造商，爱国者导弹又是台军现役的主力防空武器。埃斯帕代表的大西洋理事会本身就是军工和军的利益共同体的代表，所以埃斯帕访台的目的是简单明了，推销军火。雷神公司不仅生产先进的防空导弹，还生产先进的雷达。面对解放军数量和质量日益占优的隐身战机、无人机、巡航导弹和远程火箭炮这些先进的武器装备，台军采购新一代雷达的需求也是空前的旺盛。雷神公司呢还推出了 F-16战斗机的升级改造方案，对台湾空军有很强的吸引力。如果能谈成一些合同，埃斯帕一手可以拿着台湾的演讲费，另一只手可以拿军火商的佣金。其实埃斯帕到台湾去说什么卖什么，对祖国统一基本没有太大的影响。中国的统一进程是按照我们自己的节奏走的。我觉得可悲的是台湾民众辛辛苦苦赚来的血汗钱，就这样被台独分子轻而易举的去孝敬那些什么都不是的过气的政客，真是台独不除，祸国殃民好，这期话题就说到这里。